那么侯友宜今天去日本，郭台铭昨天去美国柯文哲说也要再去美国看起来每一个人都一马心动侯友宜今天到日本要拜会日本的政要跟侨界，而且去看松本楼，就是当时孙中山先生呢跟那些这个革命的人士呢这个讨论的地方那这次侯友宜叫做友谊之旅说他的目的是让日本了解中华民国维护和平的决心他说台日关系不只是民间活动日本是稳定亚太区域秩序很重要的国家希望跟日本维持一个友好关系那另外呢，他也要去拜访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也要看台资新建的东京妈祖庙刚刚讲去看松本楼看孙中山在日本的文物看麻生太郎，然后呢跟日华恳谈会，这对台湾很好的跟他们的会长来碰面而且会接受日本 NHK 跟朝日新闻两个重要媒体的专访他拼命在看资料，那柯志恩就在睡觉，被他拍下来。柯志恩说：“我不选我干嘛操心呢？他要选所以他很努力说呢，过程所有乱流终会平安落地好，那么另外呢，这个王金平说朱立伦应该有一点作为也没有看到党中央推这个辅选计划帮助侯友宜你让他自己放牛吃草，让他自己自生自灭，在那边自己干。你党中央总要做一点事嘛。而且之前还是要王金平去这个劝郭台铭不选。王金平说：“郭台铭我怎么劝得动你党中央要出面才对怎么是我呢？”好，那么国民党说有了，我们有积极辅选的我们是按照既定的节奏在协助了，但是地方人士看法不同，地方人士就说党中央努力不够。我们看一下。孩子的关系可以讲是紧密不可分。一开口声音沙哑，鼻音也很重。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挂病号启程访日，刚下机就受热烈欢迎。因为他是从基层干起的，实实在在的实干的。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总统就需要这种人才。欢迎侯总统，侯友宜动算。正式作为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之后，侯友宜第一个出访行程就挑在日本当地侨胞很热情，早在飞机抵达前的1个钟头就在入境大厅外头守候。侯友宜访日第一天，除了拜会日华肯，还要参访东京妈祖庙，而董事长詹德勋正是关东信赖台湾之友会顾问，拔庄意味很浓。毕竟2天前，全日本赖清德后援会也在东京成立。我将拜会国会议员，也向政界、侨界、日本的民众问个好，同时也让日本了解中华民国为了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并守护台湾民主自由的决心。侯友宜首度以总统参选人身份出访，格局不再限制市政交流，这是继2007年前总统马英九访日后，国民党再次有总统参选人拜会日本政要。随行的有前驻日代表冯继台，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恩，就盼此行阵容能为侯友宜加分。来，凤青怎样？他病很严重吗？对我，礼拜6的时候，我得到一个讯息，他真的是还蛮严重的重感冒，对，重感冒，那时候声音都说不出来了，这样。我是礼拜6的时候知道的哈。刚我稍微提一下陈吉仲这件事情因为我特别替台湾的农民感到难过。他说他自己呢是猪农之子所以呢能够做到农业部长。你看民进党多么提拔人。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侯友宜是肉贩之子。那他今天国民党还提名当总统候选人呢，可是所以不是重点，不应该放在这个逻辑上面，重点是说我们到底能够为农民做什么？其实前一阵子有2个重要的这个统计数字让我看了觉得有点触目惊心。一个是审计部审计部提出了一些检讨报告，就是呢。蔡英文政府当然主要是陈吉仲上任之后呢，他们对于农业的直接的补贴，可能是因为损失什么各方面，他动用第2预备金补贴从不到1亿元，就是几千万元，然后呢，现在这几年都是几亿，然后甚至于10亿。他们说你这成长速度太快，
而且你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小金库，你根本不知道钱花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财政不严谨的地方。所以这是凸显出陈吉仲拼命用撒钱的方式，然后想要所谓的帮助农民，但实际的结果是什么？今年上半年，好，联合报前一阵子头版头条去整理出来，我们这个财政部的海关总署的这个资料显示，我们的农产品出口不是只有水果哦，就是所有的农产品出口衰退2位数以上。衰退16%，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就2位数以上的衰退。好，但2位数以上是很确定的哈，但实际上面是15还是16，这个不确定。那么几个主要的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衰退，这是很明显的哈。啪，中国大陆的出口已经成为我们的第4大，从第1大变第4大，这个毫无疑问政治上的影响，你可以这样讲。可是我们连对美国跟日本都衰退耶，我们唯一成长的，你知道是哪一个地方吗？香港。所以可笑就在这个地方哦，只有香港成长哦，美国、日本都衰退哦。陈建仁拼命称赞陈吉仲啊，解决了猪瘟问题。坦白说，那是花了30年的时间，历任的农委会主委努力的结果。他来收割了之后说啊，他好棒棒，多厉害！我告诉各位，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生鲜猪肉出口1公吨，总共全部加总起来1公吨，拿来说嘴。我其实。你知道在地方上有很多的农业上面的一些困境。我举例来讲，台南哈的陈廷飞在这边，台南有很多的渔民啊，他们现在的困境是什么？他们是养殖业，对不对哈？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是自己的土地，租来的，他是租来的哦。结果呢，租金呢，现在发现说租不过那个光电业者，光电业者的租金开得比较高，结果这边的养殖业者就失业了，因为我租不到土地了。被光电业者给租走了，这还只是说渔业的部分，农地的也是一样。你要知道这些渔业的部分，然后农地的部分被租走了之后，拿去做光电之后，农渔民就没有了，未来不知道如何是好。这就是陈吉仲对我们农民的贡献吗？就你自己是猪农之子，然后呢，你对农民的贡献是出口衰退，对美国、日本都出口衰退，补贴看似非常的多，结果收入是变少的。然后同时你看到了很多的农地，还有很多的养殖渔业，通通都消失了。这就是陈吉仲的贡献。而陈吉仲，你能够让下一个猪农之子还有机会吗？好吧，这个林议员你怎么看这个侯友宜去日本？那侯友宜看到他现在这一个有一点感冒，我也问啊，他是真的是感冒，我也问这个侯办哈。那侯友宜他这个每天早上都有在运动，那我跟他长期在相处，他也跟我讲，他一早上6点起来就会去跑步，有时候跑到我们土城运动场去跑步啊。那像这样子每天有持续在运动的人，他身体基本上是比较不会这么生病，但是一旦生病之后，他这个都会很严重啦。那同他在2018年当选哈，他这4年当中只出过1次国。那刚好他去北欧，也带了我们很多议员去做国外的一个交流跟访问。那我们也不断的时常跟他建议，但就是说我们不断的要去做一个城市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外交跟交流。但是那碰到这疫情的一个3年的过程当中都没有办法再去。那这一次再去，我们也不断的鼓励他，像今年他也去了一趟新加坡，也见了一个该见的人，我们都见到了。觉得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说，我的了解是李显龙都见到了。那当然了，我们在议会里面我们都没有办法讲这一些了，只不过讲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这个我们的提名人，我们赶快的包含日本。包含美国，甚至于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我们尽量能够多去拜访，我们还是都鼓励了。我觉得他现在这一波回来，我觉得对于他的国际观是有所提升跟帮助的。因为从马英九到现在，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只有这么一次，我觉得就是说对他回来之后的这个民调还是会有大大的提升。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就好像他刚刚讲的，这个是一个乱流。好，在这个乱流过去之后，我觉得它会稳定的这个持续的在这个上涨。我觉得它的这个民调在 TPP 所做的已经到了25%了。我觉得慢慢的会渐入佳境啊。那国民党在开过这个全代会之后，那当然这个跟韩国瑜有来的一个大拥抱，我觉得这个党中央一定要出来，就好像王金平院长讲的，他要出来协助我们的这一个侯办。迅速的整合地方的所有的一切的一个势力，让我们的这个民调能够慢慢的回到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提名之前的39%，迅速的能够跟其他的这一个来做整合，这是有必要有帮助的。很明显
王金平说朱立伦没有积极作为，到底你们在基层怎么看？到底有没有党中央在做什么？其实我了解说侯办包括金溥聪金老师那边有去拜托2008，包括2012那时候出来辅选的干部再重新回来帮忙。可是你找那时候的人，人家可能现在有正职啊，或者人家有其他的不同的规划，就没有回来。那甚至有接洽有一些包括过来担任发言人，甚至也找了一些名嘴，包括媒体来担任发言人。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就跟我抱怨说，找了之后到现在就没有下文了，就说你要组织文宣团队。或者你要组织团队，就要有进一步嘛。譬如说，像党中央讲说有照既定节奏，可是那个节奏是什么？你不能说讲好像说你有很深的计划，很深层的计划，可是计划是什么？至少要让内部人知道吧。我们很多要选立委的人，现在不晓得中央的节奏是什么啊。比如说侯的节奏，下一步要怎么样？小鸡跟母鸡怎么去做搭档？现在好像都完全没有连结一样那比如说，像我们基层很多比较稍微。步调比较不一，那党中央的计划如果还没有明确的话，像王金平院长讲说，他也呼吁党中央要有一个辅选的计划的话，那似乎代表王院长他心里面有一把尺嘛，那王院长也有他的胸掏谋略跟计划嘛，那侯办或党中央为什么不去请益王院长呢？或把王院长拉进来啊，这也是一个方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去努力了。第二个。那我觉得说侯办那边也对外讲说要把侯市长包装成为一个平民总统。我刚刚看到照片就很有感啊，侯市长应该是去日本应该搭经济舱嘛。那过去比如说我们在台北市，柯文哲只要搭经济舱，他的经济舱都搭在经济舱第一排，那个现在话位要加钱哦。现在不用。那现在那个侯市长他是搭在经济舱，那你怎么去做包装嘛？那譬如说侯市长在看资料，那柯志恩是在睡觉，没有了，在沉思啦。那这个你要好好去做铺陈，去做包装啊。看起来好像在 IG 啊、脸书啊，好像没有做扩散了，这要去努力了。那第二个就是说，访问新加坡之后访问日本，那接下来国民党的政策，我们的外交两岸政策是什么？亲美和中有路，这是过去马政府一连串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两岸外交的论述嘛，那侯友宜显然是继承这套论述，比之民党就有亲美再亲美而已啊。那我们去凸显出市场的差异，未来8月是很重要，包括侯友宜访日之后，柯文哲也有可能再去访美，那包括赖清德可能过境美国，这些两岸外交双方会各自交锋所以如何凸显出侯友宜在两岸外交上有那个高度，那如何继承国民党的两岸外交路线之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吧，这个李家同校长一直很关心他常常传资料给我，他今天传了一个资料，他说国民党侯友宜不要老是在讲这两岸的东西，因为两岸老共只要天天派飞机过来你都很难去扯了。民进党这个抗中保台一定会有它的效果，你应该常常讲跟民生有关的，房价的问题啊，工业转型的问题啊，低薪的问题啊，教育城乡差距的问题啊，大学学术地位日渐低下的问题。他说很少看到政见嘛，他说你政见就算有政见，如果没有很突破的、很突出的那你要非常惊人的论述才可以。这我一再强调的，就是说。侯友宜的团队，特别是帮他搞政见的，我后来看他好像也提出几个政见来，但是我媒体上都小小一块，因为没有突出嘛。你学者提出来的意见，一定要，这个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了。选举没办法，因为你现在是在野，你是挑战。如果你提出来政见很泛的、很平缓的，没有人要注意你啊。你提了等于不提一样。所以呢，这个。特别他们对科技、对学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嘉诚校长说：“我希望你知道，这不是侯友宜一个人的事，这是国民党全党的问题。拿不出惊人的政见，成天讲两岸的话呢，这个也没有用一定要拿出惊人的政见。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你拿出惊人的政见。休息一下再回来。”侯友宜重感冒闭关静养今天到日本访问3天。郭台铭昨天傍晚飞到美国，预计在美国10天，要拜会美国的智库、美国的政要。那基辛吉也可能是他拜访的人选之一他到底郭台铭到美国干嘛？是为了选总统暖身吗？旁边的人说最快8月中会发布声明那另外呢，郭台铭批在野党
你们在往内互打哦，所以呢，他昨天临行前发起主流民意大联盟哦，可能现在各种名字什么联合政府啦，哦，这个非绿大联盟啦，在野大联盟啦，执政大联盟啦，主流民意大联盟啦等等啊。问题是，下午还有记者问我啊，郭台铭主调，我说郭台铭现在的民调他都第4名嘛，他没有进入1、2嘛。哦，那如果说今天有60%的人是说要希望看到民进党这个下架，然后呢，这60%又分成好几派，对不对？主流民意是60%啊，但当切割成好几派的时候，每一派都只有10几20啊。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另外呢，郭台铭要出书，叫做《郭爸爸写给年轻人的30则备忘录》哦，大家都想争取年轻票了哦。那写给年轻人看哈。他说我再三修改，哦，而且呢，这个现在已经把稿子传给出版社，上面改来改去哈，改很多了哈。那看看能不能因此呢感动年轻人啊。那另外呢，他这个走访北斗，蓝白不管是蓝营白营都有人陪他了哈。那旁边就有人拱他啊，选总统，他说好，呵哦，你们拱我就说好哦。那另外呢，他这个到南投绕境，然后跟许淑华也合体哈，国民党的立委议长也都到场啊，陪着他啊，在南投啊。那另外呢，在这个北斗彰化县北斗镇，人口才3万多，因为镇长要补选，蔡英文也去了，赖清德也去了，柯文哲也去了，郭台铭也去了啊，所以他们就小镇长牵动大选战。好像北斗大战像是总统大选的前哨战啊，我们都去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昨天柯文哲到北斗奠安宫参拜，那国民党的议长谢点林也陪同他，他说能够赢，能够活下去才是重点。那今天谢点林宣布退出国民党啊，我们看一下。戴上中华民国和美国国旗帽，郭台铭先礼后兵，给大家先敬个礼啊。郭台铭赴美前向大家报告此趟目的，10天后才归国，会见谁很神秘，只说会把和平理念带到美国去。在此呼吁，不论是非绿或是在野各政党领袖开大门，走大路，进入推进主流民意大联盟。抛新名词，不用国民党说的非绿大联盟，郭台铭想走自己的路，更喊话在野别打自己人。在野各政党有的受制于既有的形式规则，有的限于政治攻防的敌友误判，除了时常出现的往内互打，更迟迟未见回应主流民意的具体整合行动。虽没直接松口，但这番宣言内容只差加上参选2字。出国前，郭台铭行程满，先到南投，还同框蓝营县长。党中央已重申，党员就算没要选，也得和郭柯保持适当距离。但线画是画了，总有巧遇时刻。同框国民党县长许淑华和立委马文君一同点骑马炮，还扶轿前行。我一定是支持我们国民党提名的侯友宜侯市长啊！到现在目前为止，郭董并没有正式的表达他要参选。党有党的一个提名的人选，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站在小鸡立场，当然不想多树敌，但郭台铭回国后若有重大宣布，到时蓝营小鸡可得多退几步。谢委员哈，你那个议长是你弟弟对不对？对。他今天宣布退出国民党哈。对。那你怎么看？到底是没有跟你商量？他在前几天的确就已经在酝酿，就是要宣布这样子的那个就是流程。那今天媒体也是很多人在问我说啊，为什么选今天？为什么选侯市长要访日的这一天？那其实他在前几天都已经有这样子的酝酿，媒体很喜欢问我们2个为什么意见不一样。那他也不希望给我很大的压力。当然，我从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没有办法以一个姐姐的身份给予他任何就是说
超越我职权以外的这样子的一个协助。我只能说，我就一定要遵照我的就是既定的这个框架、既定的范围来做我的职权、做我的任务。所以我没有亲自去劝说你不要就是退党，但是我家里的人有希望他说，是不是能够再深思熟虑，再考虑清楚。那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有他交往的朋友，有他工作的场域。那大家的思考的逻辑，即便是我们生在同一个家庭，大家思考的逻辑是不同的，那就应该要为自己的就是做的选择做负责任。最后我要负责，他也要为他的决定负责嘛。那这就是我们各自做的选择哦。那当然，再回到。就是说，今天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北斗是我的选区，所有的候选人，就是总统候选人都来了。其实，在过去的这个礼拜里面，不只有总统，有总统府的秘书长，有立法院的院长。今天晚上，他们还告诉我，赖清德要来，他们本来安排我要先讲话。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就是支持我，就在这个大家争相来参访的这个电安宫那的停车场里面，他们希望说我也可以去讲话。那我就说了，我的规范就在这里，我不方便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必须要负责任的说，今天的确像郭董也来了，像柯市长也来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我们的侯市长病了嘛，他没有办法就是出来就是多走动。可是其实大家也忽略了，很多人在觉得说好像党中央不愿意辅选，其实大家都错了。其实我们党的组织里面已经进行了北中南的干部，还进行了青年的干部的训练营等等的，主席在里面都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宣布，都在信心喊话。我们在基层也有做小组长的会议等等的，所有的里面只要近办有东西抛出来，我们所有基层的干部，我们就一起来帮他发嘛。但是这个头要在近办里面啊，因为我们不可以双头马车，而且主席也嘱咐了总召跟我要到各地去看这些候选人，以及我们执政的县市首长，看我们能够怎么样子在立法院协助这些执政的县市首长以及立委参选人，能够共同来结合。像其实我们本来是要在临时会之后，可是其实我们昨天就启动了，我们就看了中南部的那有些候选人也会说啊，他们跟近办里面没有一个窗口啊，就是没有一个那个窗口嘛。那他们不知道说他们的政策，他们想要po文，他们的理念到底跟候选人一不一致啊？不一致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很难自圆其说嘛。你要发文宣，要挂看板，都很难具有一致的性。所以这个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讲，还是应该以近办作为一个发动的一个点。那我也知道啊，我也听到了啊，像那个王院长，他也是近办的荣誉主委嘛，而且我听到说，大家也是希望说王院长好像也首可能就是来组织农渔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辅选的团队啊。那这个东西大家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但是不是说好像因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各自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好像弄得好像王院长也不知道主席在做什么，那主席也不知道王院长。那我也是因为我昨天出去走了一下子，跟总召一起出去走了一下子，我才知道说大家现在在进行这些事情嘛。其实都在进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我们不应该在外面的媒体好像看起来我们国民党不团结。那如果未来我们在外面有什么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应该拉回到党内来讨论嘛。请还是回到你弟弟的问题哈。那他辞掉，他就退党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而且他是议长啊，不是一般的这个议员哈。有什么让他下这么大的决心要退出国民党？
的确他是说他不想要成为我的负担。因为在过去一段期间以来，大家好像以为说我们两个是在唱双簧。那的确，我们两个从就是说行为模式、选择方式，我们的确都有不相一致的地方哦。那当然，我们都是为了国民党好啦。我相信啊，就是说我们都是为了国民党好。那但是如果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真的稍微的不同，大家就会很多的意见嘛。那媒体每天在问，会问我相信也会问他。其实我没有去问他了。5月12号哈，有3个人去帮这个郭台铭站台，就是谢点玲、林国春跟我3个人。所以说当天发的那个扇子是当天哈，谢点玲也有看到，就说那个扇子不是前天礼拜4发的，就是用没完啦，就是用没完，以前没用完。那个是台湾阿明自己会做的。现在很夯，现在对，那个是台湾阿明自己会做的。那有同意我的这个肖像权能不能用电脑合成，我就说 OK。那当天因为雨下很大了啊，那这个扇子就没有用哦，那就拿到土城顺圣宫去放。结果那天又很热，那这个拿的第一版本是王金平的版本跟卢嘉诚的版本，结果用这个扇子还是有很多人在要，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台上，结果又拿了一批出来，记者就问说：“哎，林金姐，你还发扇子？”我说：“没有啊，我没有扇子可以发。”我才来看到，哎，这个怎么会有这个扇子？他就讲说是不是我做的？我就说那冤枉大了，那这样子就很凑巧了。那所以说这个5月12号的时候，就是只有3个人。那就是包含谢点玲、谢议长跟我跟林国春，所以说刚刚我很认同这个我们的这个副秘书长所提到的，我们每一个候选人都跟郭台铭有不一样的这个交情，好，可能在地域上关系，他在103年他辅选过5个人，包含这个连胜文，包含胡志强、张立善、杨秋兴跟林金杰。那土城我为什么能够当选？他在土城的企业很大，他有很多的这个下游厂商跟员工，他全力来拉抬我。那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感，那我这一次他来，我还是用顺圣宫的这个荣誉主任委员，我在那边当了8年，而且公主又是我的亲家。那当然，就好像我们这个副秘书长提到的，任何包含副总统来，你也是接待。我们是觉得就是说，公庙是不分政治的嘛。那所以说，侯友宜郭台铭那一天来，我是一样的以礼相待，我没有特别去强调什么，而是那一天扇子是发挥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反作用力。他们就抓着你的扇子讲。对。那后来隔天迅速马上召开的这一个考纪委员会，我也一直强调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个扇子？我说这个不是我做的啊，我就把他们的这个单据，他们的这个我特别去把它拿出来，说这个是台湾阿明之友会做的，可以问林国春，我调了很多资料给他们看，他说啊原来是这样，因为我帮他做了一个战车啊。我都是帮郭台铭的。那时候我是有跟党中央报告说，这没有办法，因为有特殊的一个交情了。对，因为郭台铭的很多企业都在他的土城，在他选区里面啊。哎，这有时候候选人真的左右为难。不过没办法，这种事情呢，到最后该表态还是要表态，这也没有办法。那为什么要给你什么口头警告？既然你说的不是你做的，还警告你干嘛？我不知道吧。因为我报告完之后，他就叫我先行离开了。我还是重申的一句话。我唯一支持还是这个侯友，因为我第一个帮他成立的一个侯赛里后援会，我记得那个宜兰同乡会，我们搞很大啊，所以说我这个还是会支持我们国民党的，我这毋庸置疑的。好，刚刚我们问请教这个谢委员其实这一节主要是要讨论他了。凌晨投下震撼弹，说同志间互相猜忌，所以呢，彰化县的议长谢点玲宣布即日起退出国民党。脸书还发了一大篇那说呢，局势演变至今变成同志间相猜忌的肃杀气氛我很敬爱我的大姐谢依凤。然后呢，他还兼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及彰化县党部主委，也是立法委员，所以多重责任压在他肩膀上所以我相当不舍但是呢，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也就是说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决定了那这是第二个这个挺郭台铭的国民党议长退党那这个谢点玲的这个落款日期压在全代会的隔天，所以看起来很早就做了决定了说呢，郭台铭说知道谢点要退党，说谢点不想让谢依凤为难，让姐姐为难，所以八仙过海，
各显神威哦，说退党也很挣扎，退出也很无奈啊，这是谢点玲说的哈。那谢依凤反驳双保险，又有人说他家你看姐姐支持侯友宜，弟弟支持郭台铭啊，那到哪个当选都押对保了。那说博哦不是为了这个双保险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高层致电说不要影响侯友宜访日。谢依凤说家人有劝过谢点玲哈。今天也有记者问这个侯友宜，但侯友宜好像对这个事没有什么答复，我们看一下。和郭台铭才交头接耳，这时候彰化议长谢点玲早有定见，他要退出国民党。他好做事情，我也好做事情啊，八仙过海，各显神威。30号深夜，谢点玲丢震撼弹，说跟大姐国民党立委谢依凤虽然是家人，但也是独立的个体，暂且要先离开栽培他的国民党，情感上无法继续和国民党并肩作战，感到有些惆怅，即日起退出。吊诡的是，声明押的日期是7月24号，也就是国民党全代会后隔一天。随即，郭台铭也在贴文留言：党籍或许不在，但是党魂永存，一起努力。我脸书那个照片，他叫我不要在他出国前，叫他上飞机以后再推啊。我的家人有劝过他，但是我的确本人没有跟他说明这样，就是没有。就是跟他做以上的沟通，毕竟我是党部的主委，大家知道整个群体就像是一群羊群，我是这个牧羊犬，真的好尴尬。毕竟亲姐姐谢依凤不只是国民党立委，还是党中央副秘书长、彰化党部主委。刚才助理教练有打电话给我，那他希望我的说法里面。的确必须要特别的照顾近办以及总统候选人的立场。不过确实，谢点玲的动作也被外界解读郭台铭参选定了。国民党说尊重谢点玲退党，说他是因为不愿意让人家见缝插针，所以做这样的决定，这是党中央替他的讲法啊。那国民党相信郭台铭的承诺会持续，就是支持侯友宜，支持国民党提名的人哦。国民党到现在还相信郭台铭哦，国民党是很阿 Q 哈。那郭台铭回这个谢点玲退出国民党说党魂永存，我们继续一起努力啊。那侯友宜的讲法说尊重，令人遗憾，勇者无惧啊。那讲他自己勇者无惧了哈。那王宏威说的确会退党，伤到了这个侯友宜哈。来，那个凤馨怎么看？我觉得当然关键点还是在郭台铭了，就是郭台铭到底要选不选这件事情，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选？坦白说呢，他现在的动作都是朝向要选，但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说情势随时都有可能转变的原因，是因为他本来就变来变去啊。去年这个时间点，我跟你保证，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要选，否则的话，去年的县市长选举，为什么他一场辅选活动都没有参加？到了去年底的时候，他突然兴起念头说要选了，然后之后呢，他就决定说一定要以国民党的身份来选。可是等到国民党不提名他之后呢，他立刻说表态支持侯友宜。那篇文章也很感人啊，但是感人的文章之后呢，他又开始跟这个柯文哲山盟海誓，但是第二天早上就说，哎呀，他忘记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那到现在为止，他要再飞一趟这个美国，我所知道是说他要借季辛吉啦哈，然后呢还会借《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Freeman 啊，那 Freeman 他是就是世界是平的这本书的作者哈，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倡议者。当然他现在其实那个整个态度上面出现很大的转变，就是他是一个有名的人，但是以8月要去访问美国这件事情，他恐怕在政治上能够见到的人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们在休会期间。那理论上来讲，如果现在要访问美国的话，一定要到9月，他们9月4号重新复会了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呢，9月初，如果在这个大华府地区或者直接进入华府，确实可以见到蛮多政治上面的一些重要人士。那季辛吉跟 Freeman 的话，背后当然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有利人士在协助，所以我不能说郭台铭他最终不会选，虽然我认为他变来变去的变数非常非常的多。到目
目前为止，我觉得郭台铭呢，他相信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他说80%的议长都是听我的，啊，他相信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看民调上面来看的话呢，第一个我不知道说那个背后实际运作者是谁。这个运作者当然是有心人士，有可能各式各样的原因，可能是担心侯友宜真的这个选上总统之后呢，他就没有政治前途的人有啊，也有人是认为那背后是不是有跟这个赖清德亲近人士之间的关联性，也有可能。那也有很多人就是相信郭台铭才是这个天命之人啊，也有这样子的人。我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但至少从民调上面来看。其实郭台铭参选呢，他最大的功能就是把柯文哲的票大概拉走1/3，这才是他最大的功能，就是让这个侯友宜跟所有的2、3、4名的距离更远。除此之外，我其实看不出来郭台铭参选这件事情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化学变化。我必须要在这边提醒一件事情，我觉得郭台铭的反反复复影响到他的诚信。而我认为选总统这件事情，诚信是重要的。明显怎么看？今天我看到跟我们党内关系也不错的赵春山老师在媒体投书一篇他讲很重要，不要把内部矛盾升高为敌我矛盾那所以说不要把内部矛盾台面化。那我们开始陆陆续续从何胜峰南投议长，那现在彰化议长谢点林退党。那这个感觉起来，在挺郭挺侯之间，我们的内部矛盾隐约然有台面化的感觉。而且今天也有人跟我讲，传闻不一定正确啦，说除了这2个之外，陆陆续续还有其他的政务议长也有在思考类似的动作包括今天的周典论的女儿周梦柔，我们的中常委，他也说他会挺郭挺到底，不惜退党。那类似的新闻一见报的话，隐约的就会又把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把它台面化啦。这些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啦，谢点林当然这样讲可能对一凤不太公平。谢点林的事情，党中央有没有事先掌握？那如果事先知道的话，有没有去防患未然？有没有去做危机处理？因为毕竟你在侯友宜出访的同一天，这新闻出来，那就会让侯友宜出访的新闻失焦了嘛。至少被平衡掉，就没有说侯友宜变成那个独占鳌头。我觉得类似就至少如果有去化危机处理的话，可不可以 hold 个几天？那让侯友宜访日之后，那或者说有没有转圜的空间？那类似如果讲说类似后面还有骨牌效应的话，怎么去做危机处理？我觉得党中央至少要有一套的一个计划那第三个，我觉得党内人士甚至对于郭台铭参选对国民党是好还是不好，还是两面刃呢？还是两面说法甚至有一派说法讲说，郭台铭出来最后如果参选的话，会把柯文哲跟侯友宜民调都拉下来，逼的在野大联盟，包括郭台铭、侯友宜跟柯文哲3个人去做某种程度的整合。还有人抱持着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党中央到底战略是什么，战术是什么，要理清楚。我觉得不能放任这一种危机继续蔓延下去，这样会对侯友宜后续的整合很不利了。好，柯文哲 KP 秀，他唱《囚鸟》3天3夜，观众很开心虽然唱得不好，但是大家同乐嘛，无所谓了那柯文哲自己也知道，他说呢，听完了2个小时的大家辛苦了。那高嘉瑜就说了，高嘉瑜说我唱都免费的，我每天都在开演唱会。都没收门票，因为他到每个地方大概都唱歌大家也拱他唱歌。他现在才知道，居然可以卖到8800，还唱得很难听。之后，瞬间我觉得我唱歌多好听，平常还免费唱给大家听，要失去后才懂得珍惜那另外呢，当然这中间因为柯 P 他们那边说演唱会有感谢很多人有一个是感谢这个五月天的 keyboard， 然后五月天现在的 keyboard 是出来说我哪有，不乱讲，不乱用我的名。那科办说，他们感谢的是郑之明老师，因为郑之明老师是有指导柯文哲唱歌技巧、和音及 keyboard 伴奏的郑之明老师，他曾经为五月天、谭咏麟等歌手担任伴奏跟和音、写歌等制作工作，所以他们感谢的是郑之明老师而且兰坡老师等等那给他一些指导，教他怎么唱歌了。那是跳舞的，对，兰坡老师是跳舞。然后呢，这个
民进党就攻击说他是回避政治现金。哎，你这个算什么呢？开个演唱会卖票，这算不算政治现金？要不要报呢？要不要申报呢？哦，那民众党的发言人说，赖清德应该约束民进党的党工职员讲话，不应该来攻击我们这个。而且呢，民进党议员啊，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林彦峰又说，柯文哲演唱会主办公司认同中国。柯文哲帮我说，你停止文革式的抹红哦，主办单位跟这什么关系啊？柯文哲说，李登辉的宁静革命让台湾民主，所以他要启动政治革新，他抛一个他跟李登辉的相片，他要深化民主。好，我们看一下。因为都上不及格，这个在你们专业团队的调教之下，可以到一定程度。庆功宴上，在感谢身旁音乐人郑之明等人的协助，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应该没想到，演唱会结束后争议才开始。因为五月天的键盘手周恒毅在脸书声明没参加民众党演唱会，并问柯文哲是哪位五月天的键盘手帮你弹，要他不要消费五月天。就是看到柯文哲演唱会结束后这样说 ：“Keyboard 是五月天的。”其实几天前，柯文哲就释出郑之明的影片，就用五月天伴奏老师来称呼。演唱会前彩排这样说都没事。请那个郑之明啊，就是请五月天的音乐。结果一句 keyboard 是五月天的，让周恒毅连夜声明自己才是正牌的五月天 keyboard 手。绿营大军也跟上，拿其他的明星大咖明星来垫高自己。这样子是真的有用吗？现在被打脸了。网友侧翼在带风向，对于柯文哲而言，以及对这些优秀的音乐家来说是非常不公平。演唱会主持人陈佑成反击，强调郑之明担任柯文哲的和音跟 keyboard 伴奏，也曾在五月天团队。近半也指柯文哲说的一直是郑之明，从未出现周恒毅，好像刻意要把他这个柯文哲塑造成一种不诚实的印象。每个音乐人、每个创作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民进党的赖清德主席，既然您曾经深受被网军攻击之苦，请您好好的约束这些党公职的人员，想不被挑毛病攻击，柯文哲每一句话都得精准。毕竟本来无一物，遇上选举就会惹来政治尘埃。此刻人在中国大陆演出的五月天卷入台湾选举纷争，想必最无奈。其实就是柯文哲嘛，柯文哲现在你没有看到他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嘛？选总统要牛肉，可是到目前为止，它都是一些争议的事件。然后呢，可以说占领所有的媒体。光一个演唱会之前就用北流的事件，然后场地的问题，然后把所有的议题全部都 focus 在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然后呢，演唱会之后呢，一样还是在讨论柯文哲，还是在讨论演唱会。所以基本上，他在整个如果媒体行销他成功了，那年轻人他基本上看到柯文哲绝对不是要去听他好听的这个歌声啊，大家都知道他唱歌不好听嘛。可是这样子的柯文哲就是他们年轻人觉得说，比较没有任何拘束，然后不蓝不绿，然后呢能够唱出他们自己的一个直接的想法，然后没有任何的约束。所以其实你看到柯文哲他的一些年轻选票一直都维持在某一个区块当中，所以这就是他一直不断的在选战当中非常奇怪的打法。可是这个奇怪的打法却让他维持有这样的一个声量，所以我觉得现在反而是我们应该去检讨说，柯文哲，请问你的两岸、你的外交、你的国防，你应该是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政见跟方向，甚至未来的行政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再跟他一味的去讨论，甚至媒体当天就说，哇，你看他走音，我就说走音才是正常，不走音才不是正常。来林议员，那我觉得在1996年实施台湾总统这民选以来，第一个最不像总统的候选人。我觉得柯文哲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个省思啦，一个最不像总统的候选人，竟然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迷倒这么多的年轻人，而且我看结构性民调有将近50% 的年轻人，连我的儿子在跟我讨论，他念辅大硕士班，他曾经跟我讨论，就是说，
爸爸，我们全福大人大家都想要支持柯文哲。我说为什么？他觉得他很无厘头，他觉得他很亲近，他觉得他很 easy， 很 enjoy， 跟我们年轻人的那个quick call很接近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他的不断的这一个创新，他不断的创造议题，深获年轻人的一个喜爱。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们这整个社会已经在开始改变。如果这样能够得到年轻人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必须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改变？我看了很多的一个民调所呈现出来的，我们侯友宜的这个年轻人的支持度是很低的。那我们也建议我们的这个侯办一定要赶快去了解这个时下年轻人他们的quick call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做一个改变，或者是从这个政策来做一些吸引，要不然再这样子下去，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全部都会跑掉。应该这个是不是靠民调能够做出来？这要靠 focus group， 焦点团体才能做出来。来，洪熙，我觉得柯文哲不是因为办这些活动赢得年轻人的支持，是因为赢得了年轻人的支持之后，这些活动对他来讲就是加分。所以关键点在于他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直言不讳，然后敢说真话，那如果说错话愿意道歉的候选人。所以敢。然后呢，真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他赢得年轻人的重点。但是我觉得最近他其实遇到的乱流是，他现在又出现一扩张，被攻击之后又缩回来。所谓的缩回来是他的支持者缩回来，因为年轻人对他的支持，任何攻击可能都不会有影响。但是如果你要往外扩张出去，比如说妈妈啦，然后那时候在攻击他这个对女性的一些不尊重这件事情，你说有没有影响？我觉得有影响。所以这个是柯文哲现在的难题，就是他的扩张要如何的扩张。很明显，柯文哲唱歌好不好听一回事啦。老实讲，我是认为他唱歌不好听啦。可是他办演唱会，民进党全面围剿，包括他的主办都会亲中，还有说他募款是为了政治募款，还有说他的 keyboard 手，这个都可以做文章，包括绿营车衣围剿成这样。你不觉得很相似吗？前几天绿营车衣去围剿丁特，然后接下来围剿馆长，接下来围剿黄国昌，你说网军治国很恐怖民党这样恶搞下去，你不觉得台湾被撕裂了吗？你还要继续民党继续这样玩下去吗？所以支不支持？我绝对支持侯友宜啦。可是柯文哲有他的玩法，也支持年轻人。可是民党这种恶劣的方式，大家继续挺吗？对。柯文哲的两个特色，一个是他跟年轻人是搞同乐会型的你跟我是一国的这样的一种选举模式，所以深得年轻人的心。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年轻人的选票是被民进党的打压呢赶到柯文哲这边来的。我们国民党要加油啊！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立委候选人跟总统候选人，我们应该要共同努力不要受到其他党的就是各自的表现，我们应该要稳定的把我们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这才是应该。你要注意他并没有刻意去唱年轻人喜欢听的歌，他也唱老歌他选的这些歌对年轻人来讲都很老了，所以他并没有刻意到那种说